大家好，我是秦阳老师。这节课呢，我们来讲一下面部五官的结构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眼睛，眼睛的构造。眼睛呢，一开始是在这个眼窝骨骼上面，然后在眼窝里边有一个眼球，然后在眼球的周围又覆盖有脂肪，一层一层脂肪，最后呢是这个眼裂的肌肉，在外层呢是皮肤，皮肤的开口是眼裂，其他的那些软组织我们可以不用去看，我们就考虑眼裂和眼球之间的关系。我们画一个略俯视一点的，通过这两个横断线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是一个略俯视的球体。那么眼裂在这儿就是这样包绕在这个球体上的，所以说眼裂它不是平的，它是有前后有体积的。所以说我们画一个俯视的眼睛的时候，我们画的眼裂呢是这个形状的，然后睫毛。它的基础结构是这样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只眼睛怎么去画。我们画眼睛呢，不光是画这个眼裂啊，虽然说这个地方呢最吸引人，但是整个眼球和眼眶以及眉弓和眉毛，这些都是这个眼部结构的一部分。就交代一下眼眶和眼球的关系，就是在图片中的这里。上眼睑，这眼皮呢它是有一个厚度的，这个是外眼尾，外眼尾是上面压着下边，然后内眼角有个泪腹，就是兜起来的这一小块，这个叫泪腹。泪腹旁边呢有一个半月板，下面就是下眼睑，下眼睑的厚度。在画时我们注意线条的轻重，这种比较深的沟用线就可以重一点，像下眼睑它这个比较浅，用线就轻一点。两条线体现一个厚度，外边的这个沿儿就可以轻一点。然后它下眼睑这个部分是一个小暗面，可以用轻一点的线给它带过来。然后这个部分是眼窝，这里是眼窝和鼻根之间的转折，这里是伸进去的窝状的面。然后再来塑造它的眼球，让它这个眼球呢有球体鼓出来的感觉。虽然它是一个正面，但是呢也要去考虑它的体积。然后上眼睑的厚度，它在暗部里可以整体呢给它一个灰颜色，让它灰下去。然后注意瞳孔和虹膜，它的上下露出来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整个有颜色的部分呢是虹膜，虹膜的下边缘几乎和下眼睑相切，上边呢有一小块是被上眼睑盖住的，中间的黑色的这一块是瞳孔。光就是通过瞳孔进入眼球，然后才使得我们看到东西。围绕着瞳孔的这一圈就是虹膜，它的扩张和收缩来控制瞳孔的大小。在光线比较强、比较刺眼的时候，瞳孔就会收缩；在光线弱的时候，瞳孔就会放大。放大之后呢，为了获取更多的光，能够看得更清楚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地方，从这儿往这里连接，感觉就能得到一条结构的线。整个这个面都是伸进去的，从这里开始往外侧转，然后来画它的眉毛。注意眉毛的生长规律，它的粗细啊，它的浓淡啊，它的疏密，然后呢，还有就是它的走势。它这个眉毛呢还是比较密的，而且整体呢也不是特别的宽，眉毛呢又粗又黑又浓，这个是它的特征。我们可以把笔换细一点，在这里有一个分界，下边是在眉弓的下边，上边呢是在眉弓的上边，也就是整个眉毛的体积就是眉弓的体积。这里在亮部，这里在暗部。然后为了表现这个眼睛的体积，我们可以画一些网格线啊，眉弓抬起来，这边往里走进去，然后到眼皮这里再抬起来，到厚度再伸进去，到眼球再鼓起来，到下眼睑的厚度再抬起来，然后下眼睑的一个弧度，然后接到面部。这一条线的起伏变化就是它的体积。那么在这里还可以再找一条线，这里是伸进去，这里是抬起来，跟刚才的那一侧有一样的特征。比较居中的这个线看起来就比较直，
比较靠外侧的线看起来呢，它的起伏变化就会更明显。这个就是眼部的造型以及它的网格线，网格线是体现它起伏变化的。睫毛的规律就是分组，一组向一起聚拢。画睫毛的线条不要太粗，越靠近外眼尾的地方睫毛越粗一些，越长一些；越靠近内眼角的越细一些。然后整个上眼睑的睫毛比下眼睑要更粗更密。睫毛长在眼睑后部这个外沿上。这就是眼部的结构。